时差1万公里，由特仑苏冠名播出。沙金浩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，控油蓬松，强韧防断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。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哥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女的就是一外地的，一点都不懂事儿，要不能跟我抢分销合同。我跟她说，我说咱们整个家族全部都是做服装买卖的，做了几10年了，是不是？人家咱爸，我的几个哥哥们。我让他打听打听，鹿城本地凡是做这买卖的，有不知道咱们葛家的吗？啊，敢跟我抢合同？这个合同你拿下来呀，那就是小意思。您好，这是本店特色天下第一佛跳墙，我需要帮几位分一下吗？分。好的。哎呀，老三啊，这可是正宗的佛跳墙，这都卖2990，这我平时啊都不敢点啊，今天啊。沾了你老三的光了啊！哎，小妹，感谢三哥，谢谢三哥。咱今儿要说沾光，那咱是沾了小杨的光，是不是？对，沾了小阳光。今天啊，为小杨接风洗尘，啊！来，先分给咱们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，啊。奶奶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。你呀，现在跟奶奶住一块儿，有事没事你就得多提醒她。这糖尿病啊，就得平时多注意控制。你奶奶脾气有点怪，你得多照顾点她。你奶奶那糖尿病啊，得有10来年了。我啊记得特别清楚，那一年奶奶带你搬到了鹿城，我呢刚好生你那表弟，我就跟你奶奶商量，我说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孩子？你奶奶说什么？不行，有糖尿病。所以说，洋洋，你是咱们家下一辈孩子里面最有福的啊！只有你是让奶奶给养大了，其他几个孩子，老太太一个没管。只有我小时候皮，都照顾我了，也顾不上我弟弟妹妹，这事确实怪我。打扰一下，这边菜品已全部上齐，请慢用。哎，好好好。老三啊，外没什么人了，该说事说事啊。哎，菜都上齐了，吃饭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这，来，别客气啊。尝尝那个脆皮鸭啊，是啊。今天上午见律师见的怎么样啊？我就想说这事儿呢，就是律师说尽快退赃退赔，然后争取减刑，然后他本身对这个案子也比较有经验。律师费那边其实我可以自己付的，但是我爸妈去保候审的钱。洋洋啊，你看啊，今天三叔跟你二叔和小姑把你找出来吃饭的，就是有些事儿要跟你说清楚，免得这一家人闹误会，是不是啊？啊。哎，我记得你这个
大学是一直没读完是吧？看，如今你又回了国了，这当长辈的那不可能不管你，啊，你要想进厂，只要开口，那肯定得给你找一个好点的岗位啊。那钱不多，但肯定够生活。不是，我意思是我就希望我爸我妈那些钱，希望能我来说啊，这你三叔这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啊。这你爸这个事儿啊，这我们作为这个兄弟姐妹的，不是不管，是管不了。洋洋，二叔也表个态啊，这个现金流啊，可是真是没有。那我那个拉链厂啊，这几年这个效益真是一般。这去年是咬着牙把这机器设备更新了一些，这还欠了一屁股债呢嘛。上个季度给你爸那智龙集团还供了一批货，到现在也没给我结款。看样子这钱也就，哎，自家亲戚不说了。货款都是现结的，买机器的钱不是我爸帮你垫付的吗？这我的厂子也得经营啊，你们家那大笔款没多少钱。洋洋啊，你在国外这么多年，国内生意上的事儿你不清楚。这我们跟你爸在生意上确实是已经没有瓜葛了啊。那如果说还有什么业务往来，那也是跟我们这个亲情毫不相干的啊。这业务这个都是下边人去谈的呀。那你爸跟我们三个关系疏远，那也是有原因的。你年龄还小，有些事儿你是不知道。那想当初，你爷爷那可是把他全部的家产都留给了你爸一个人啊。那我们仨呢，全都是白手起家，有些话呢本不应该跟你讲，但是呢，你爸这人，他是真的怪，是他没把我们当亲兄妹。那别人的大哥都得想方设法的拉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玩命的挣钱，可你爸呢，那最风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也没沾着什么光。但我爸借过你钱。你第一次做原材料生意的时候，货成啊，拿房子抵押给银行，是我爸借你的钱吗？对，你爸是借过钱给我啊，1个月2分利啊，比他们银行抵押贷款利息还要高。我得感谢葛老大呀，没有让我走到抵押房子那份上啊。可是我真要是抵押房子了，我是不是也能熬得过去呀？啊，再说了，那笔钱连本带利，我不到1年我就还给他了啊！就这点小事，怎么就能说20年呢？怎么就过不去了呢？哎，20年！哎呦，亲兄弟！贾老三，别贾激动老三啊！啊，借钱这事儿你就急眼。说别说。哎呦，这黑家人和和气气的。小杨啊，不是我说你爸，你爸这事儿啊做的的确前途。都别激动，吃饭。吃饭。三哥，你看你那饭一口都没动呢。哎，我去让人热热。哎，不，小杨啊，对不起啊，三叔刚失态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做生意的人家呢，你也应该清楚，都是表面光彩。你爸这次犯的这个事儿太大了，怪你二叔、三叔没本事，实在是帮不了你。你可千万别记恨三叔啊！行，大人不说。我也表个态，你替我爸跟三叔、二叔、小吴道个歉，对不起，这杯我喝了。哎，怎么还一口闷了呢？一口粥了呢，这孩子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别走啊！哎，坐下。别走啊！洋洋。先生，您用餐结束了吗？对。
那麻烦你把车牌号报一下吧，我让人帮你把车给开过来。你看见我开车了？不好意思啊，那请问需要帮您叫个车吗？我不需要。洋洋，别走，过来，上车了，快！快点！来，把这拿着，拿着。中间。我跟你说啊，奶奶呀，她没有退休金，平时靠的都是爷爷留下那点钱过日子，懂点事儿啊，花销啥的别光花奶奶的，听见没？傻了呀？那小姑也是体面的人。收好，我走了啊。小豆过来。你不是有糖尿病吗？糖尿病不能吃这个。你看医生了吗？有做检查吗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有多余的面糊吗？你不是跟他们吃大餐去了吗？你当我重新长身体饿了行吗？锅里有，自己盛。家里面电话是不是你自己拔的呀？我没拔。小姑说了，想来看你，家里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没法看。真想来看的话，电话不通也能来。我那么多事儿，那么忙，懒得陪他们演戏。我哪那么忙啊？我有一群鸽子要养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你，你说我忙不忙？你说的都对。上午去银行问过了，你从加拿大汇的款到了。银行的小孩说，要是取款的话得预约，约了明天上午。你那么忙，明天上午自己去呗。律师费够吗？够。不够的话，我没钱给你。我都说够了，多余的钱我转给你，你当生活费。这小锅让我给你。哼，装模作样。哎呀，没看见人呐！这天儿这么热，他是不是今天不上班啊？
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哎，孔大师，你做咩啊你？做咩啊？不认识我了？哎，别跟我装！喂，你放手啊！我差人抓你啊！干嘛？你喊什么？你把律师费还给我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想干嘛？现在再抓我也没用了，我不办加拿大业务了啊！我怎么没有？你是不是逼我？你是不是逼我？你是不是逼我这么多人？啊？撒手什么呀？你是不是逼我？不是。哎！你个渣男！我就出差那么几天，你就跟别人好了，不要我了。别闹了，干嘛？不嫌把律师费给我，给不给？给不给？大家快看一看这个渣男，把脸露出来！他在打我！家暴！大家看他，给他发网上！你干什么？报警！我干什么？你报警好，咱俩去派出所说。你怎么这么无赖呀？渣男呐！大家快看呀！好，咱走。走。小七，你看，走了啊。提醒你一句啊，您说，咱作为侨胞也得执法守法。是。作为男人更得有担当。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说这事儿闹到派出所来多难看。哎，可说呢。这民警同志教育的就是，你说我这一辈子遵纪守法，这么点小事上翻了车了，不应该。一定还，啊，一定还。那你现在还？哎，对，现在还来。扫这儿。给了吗？给了。好，谢谢警察叔叔。吃一堑长一智啊。远离渣男。下次注意啊。得嘞，您忙着啊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人家警察叔叔说话多有水平，吃一堑就得长一智。哎，咱要不是经过这点，别在这能进步吗？哎，等一下来。小妹，你得配合我跟加拿大那边解释一下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才能回得去加拿大。小姐，你太天真了，那犯法就是犯法，你肯定是回不去了。我以前是骗了你，现在这个经历，我真没必要再骗你了。行，邝大律师，不给是吧？我一封举报信就能让你在加拿大的律师执照不保。哎，说事就说事，你别老喊打喊杀的，行不行？我律师费不是都退你了吗？你手机先收起来。嘛呢？别动手动脚的啊！切！哎呀，咱俩讲讲道理行不行？你真的是回不去了，要不我想办法把担保费给你退回去。你总该相信了吧？那这事儿它，这事儿它上不上得了台面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能把钱拿回去，也算是止损了，老小姐。你也可以在国内多做打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转。真倒霉呗，碰上精神病，给点精神损失费。你说话注意一点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生活一团乱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我连加拿大都回不去了。这不挺精神的？什么毛病？没恶意啊，多保重。我走西南。哎！又怎么了？葛开阳，跟你是一伙儿的啊？开阳？谁呀？没事，走吧。
这就是你说的骗你的富二代啊？我觉得啊，他就是冒充富二代人设，专门骗人的。而且啊，他这人脑子不太好，他肯定被那个邝律师当枪使了。他说他是陆城的，你帮我多留意留意，碰见他了就一把给他摁住，马上通知我。一个骗子你也信？他肯定不是陆城的。你照片还留着干嘛？你赶紧删了吧！哎，不能删，不能删。哎，你是不是舍不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这是物证，知道吗？我这是找他算账，给警察叔叔看的。是吗？物证。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。气到啊！不是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别住这儿了？你上我家去，你这太刺激了，你这晚上睡得着吗？不是，我上你家去，你妈给我妈一天能打800个电话，万一她说漏嘴了怎么办？哎呦，我跟我妈说一声不就好了吗？给打个招呼。你别笑。我妈给我发视频了，快，我上哪去？你去那儿待着。妈妈，莹莹，刚才打电话怎么不接呢？我那个手机静音了，刚刚没听见。是这么个事儿啊，我在那个加拿大的华人社区认识一个人，这个女的哇，太有钱了。他们家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他老是出差，然后呢，家里有一只大狗，大金毛，性格特别好，很温顺。我就在想啊，你能不能帮他时不时的去遛遛狗啊，喂喂饭什么的，这不是一来二去的关系就搭上了吗？你懂不懂？不是妈，我每天工作都那么累了，你想累死我呀？还帮人遛狗，你就当做是锻炼身体了。每天早上早点起。我跟你说，莹莹，人要和比自己更好的人多来往打交道，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但是妈，你想啊，你说我要去给人遛这个狗，如果遛好了行，要是给它磕了碰了受伤了，那你这人脉不损失大了，对不对？算了啊。哦，这个也在理，但也没这么夸张吧？遛个狗能遛出什么事儿？不至于的。我跟你说，莹莹，这个女的在加拿大，人脉太广了。我现在其实有时候都有点后悔，应该早点带你去加拿大，也不至于现在咱们没什么人脉呀。我觉得人脉资源是你一生的财富。不是妈，你给人家遛个狗能遛出什么人脉来啊？哎，那这个是很难讲的，很难去预判的，指不定哪天就用上了。那总比你身边那个同学叫什么李曼飞要强吧？你想想，他能帮妈什么？顶多是你帮妈买个加拿大的，哎，他就跟他那个妈一个样，一眼望到头。哎呦，那个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啊。马飞，对不起啊，我妈脑子有病，她不会说话，你别生气啊。唉，没事儿，我没生气。阿姨说的不也实话吗？哎，我现在就特担心你。你说你要再这么憋下去，总有一天也包不住了呀。那怎么办呢？能慢一天是一天呗。那你生活怎么办啊？也不能一直在这儿住着吧，要不然你先找个工作。那你先帮我保密啊，工作我慢慢找。你这个简历很好啊，但是像你这样的薪资条件，我们可能没办法满足你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就业和经济环境，能找到像我们这样规模的公司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，所以这贵公司是我的首选嘛。
我也知道现在这个海外学历也不吃香了，所以您看我这薪资要求也没狮子大开口，对吧？毕竟现在这生活开销这么大，还要租房什么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平均的薪资水平吧。哎，你不是本地人吗？怎么还要租房啊？哦，这薪资要求不是跟个人的工作能力有关了，这跟是不是本地人、有没有房子没关系吧？你就别出来了，这会儿外边雨这么大，啊！哎，行了，我这会儿有事先不说了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电话，那个您尾号是5151是吧？请您系好安全带，咱们马上出发。雨也太大了，这后边有纸巾。我也知道你在哪。陆新阳，不在。哇塞，这次藏得太好了，这爸爸都找不着了。这是谁？他能藏在哪儿呢？这是，这爸爸也找不到啊，所以我只能认输了。又哪儿去了？这是，新阳。哎呦，你抓着我了！哇塞，你太棒了！你还会设置陷阱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你太聪明了。哎，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。再玩什么？再来一局。再来一局。那该我抓你还是你抓我？您的目的地已到达，请您带好。怎么了，闺女？这会儿发信息，起挺早啊。明白。爸知道你有点小心思，你上回说租车那个事儿呢，没问题。下个月我再单独多给你打点钱，但是呢，这事先不能让你妈知道啊。
哎，爸。你在哪儿呢？哦，我刚起床，准备出门呢。啊。我刚才捡了个简历，这女孩吧，年龄、姓名、学历都跟你一模一样，连在加拿大的这个工作经历都一样。你说这事巧不巧？咱俩通过视频啊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那我发给。爸，我以为咱爷俩再见面应该是在多伦多呢。就让你爸在门口站着。这就是你多伦多啊？说说，回来多长时间了？都开始找工作了？跟我说实话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保证不发脾气。说说，爸，你干嘛？爸，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你干嘛？谁呀？老东西，你敲什么敲？发什么神经？别吵架！哎呀，疼吗？谢谢。哎，你这还能跟人打起来？还好在派出所，人家愿意跟你和气。那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倒先训起我来了。哎，行，这花里胡哨是给小孩用的吗？不行，接触下空气好得快。你外边下着雨呢，沾上水就感染了。快点，贴下，贴下，贴一个。这是个小孩儿呢，这是。刚去加拿大那年，我记得咱们就到这儿，那会儿我送你去机场办完托运了，然后也背一个特大的包，跟包比特都高，还说是拎个大箱子，
那会儿拿着包晃的，就说了好几轮再见了，也不走。那最后你妈说那吧，不安检了，看着你就往里走，走两步，回头看看，走两步，回头看看我。现在那个画面啊，就是老能在我眼前闪过。哎，你个骗我！之前你说每一年春节你都来加拿大陪我们过，结果高中毕业你没来，我大学毕业你也没来。那往返机票多贵呀，那省着那钱干嘛不好？再说了，那你跟你妈在加拿大那用钱的地方多了。那我今天我看你那会儿我都没敢认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你长这么多白头发，每一次给你视频，你就给我转语音不接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别哭了嘛。为什么开专车？你吃点什么东西吗？我给你点点吃。随便吃点啊。哎呀，我真是万万没想到，这咱爷俩10多年没见了，这第一次见面居然在这里店里面吃关东煮。爸，我那个加拿大银行那工作没保住。没关系，那跟爸那工作也没保住。但是你这个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还住在快捷酒店里，你为什么偷偷跑出来？我地方我真忙不起来。你知道我跟你妈为了公益村儿，我们费了多大劲，那真是累得要死要活的。不是，还有啊，你说你在那搁这么多年，房子都买，你就一句不喜欢你就跑过来了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？哎呀，爸，这不是草率，留在加拿大是靠抽签、靠运气，不是靠努力。我也想选择一个努力就没有结果的人生啊。爸，您说您理解我，但你从来没让我做过一次决定，你这次就让我决定一下行吗？你让我留在国内，然后你去说服我妈，行不行？这个我可以理解啊，但是这个事儿，你跟你妈沟通起来，它有点困难。不是这个事儿吧，它没那么简单，它属于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范畴。不是我不想当那箭吗？我就不能当那射箭的人吗？那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说，就过一段时间咱们就适应了？哈，10年了，我要能适应，我早适应了。明白。哎，那个工作签续签怎么办？就先委托了一个律师，现在就让第三方再弄。行。
你开多长时间了？没几个月，就是半年，多点儿。哎，没事儿。爸，你也辛苦。辛苦。咱们俩彼此是互相理解。哎，但是这个事儿，算是咱爷俩的小秘密，不能跟你妈说啊。我也想想，怎么跟你妈慢慢渗透一下，让她慢慢接受。在那一刻，我非常想把真相说出口，但是我看着我爸的眼睛，我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所以我把追回的律师费、担保费单独存在了一张银行卡里，再难也不会动1分钱。我决定以后要做那个射箭的人，自食其力，自己承担自己的生活，不再成为父母的负担，努力去找个工作，把握自己的命运。招财呀，你今天怎么又没出去飞呀？哎呀，你这么在家待着可不行，时间久了就要废了。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？好好好，哎呀，你看这一只鸟都知道自己到外面去找食吃，这有的人呐还不如一只鸟。哎，你这么大岁数别骂人啊！哟，没睡着啊？我会给你交生活费的。不是钱的事儿，要出去工作。我学上一半，毕业都没毕业，怎么找工作？没毕业的人多了，难道人家都在家里混吃等死？你说话这么难听，我爸是不是随你啊？活着就要工作，我这些鸽子，他们有吃有喝，可每天还得出去飞2圈儿。光吃喝拉撒躺着，这叫活着吗？活着，坐在天台上，围绕着我的是比我还勤劳的鸽子，真讽刺。虽然我一直不承认，但我好像不可能摆脱富二代这个标签，享受着父母的财富，根本没想过要为自己负责。现在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是啊，我每天都躺着，真的算活着吗？我一直在逃避，逃避责任，逃避娱乐。是时候要醒过来去面对现实了。我马上就到了，人生的跌落让我看到了真实的生活。你稍等我一下。脱去了那些虚假的光环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赋予意义。或许，是时候该站起来了，去面对这个世界。有话就说，怎么写不出这样的台词？喂，你好，周女士，哦，您的药10分钟给您送到，好嘞。
你。云朵很清楚，就要掉到水里。只怕风声有夜里，雨要足够不敢拉起，呼吸没停止，找你。故事里月亮里有你，穿过穿不透的狐狸山里，岸边脚印串串，只一人行，只一人行，水清滴答滴答有道理。若我只是找你，这高明，这容易，时针圈圈走，时差没道理伤元气。若你只是躲避，伤了此生，凉了心意，花圆圈圆，圈出旧日里好记忆。若我猜出影子，玻璃重叠，重叠玻璃，终于在冬天，在雾里见了你。不上就离，若我喝到这里，庸人一言而尽。